雅马哈，一间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你可能骑过他们的机车，你可能上过他们的音乐教室，或者你购买过他们所推出的乐器。今天我们所要评测的主角，正是由雅马哈推出的一系列直播主专用界面 AG 以及 ZG 系列。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的频道。很抱歉，距离上一支影片隔了非常久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花了非常多心思升级整个拍摄环境，以便完成更好的系列评测。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先感谢协助完成这支影片的两大赞助商，首先就是台湾雅马哈。本次所评测的产品有少部分是我自行购入，那大部分都是向台湾雅马哈借用的。非常感谢台湾雅马哈愿意出借这些器材，协助我解答了一些产品上面的疑问。最重要的是支持我以自己的想法完成这次的忠实评测。那另外一个要感谢的是威泵录音工作室家具品牌，你们现在所看到这张漂亮的桌子，就是由威泵所推出的 Star Rover。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人、直播主，或是影像工作者，正在寻找完美的工作室家具的话，都可以参考影片资讯栏的连结去逛逛他们的网站哦。这支影片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雅马哈旗下所有针对直播的界面产品，分别是 AG03 Mark II、AG06 Mark II 以及旗舰版的 AG08。此外，还有同属 AG 系列，但是以麦克风的形式所推出的录音界面 AG01， 以及针对新手直播组所推出的 Bundle 组合 AG03 Mark II LSPK 套组，内含雅马哈的头戴耳机以及一支电容式的 YCM01 麦克风。你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就是经由这支麦克风所录制的。接下来是雅马哈针对游戏直播与电竞玩家所推出的雅马哈 ZG 系列，我们准备了 ZG01 Pack 套组，内含 ZG01 直播界面以及雅马哈自行推出的 YHG01 电竞耳麦，以及轻量版本的 ZG02 直播界面。那大家可以针对自己所好奇的产品，拉动下面的时间轴来找到你需要的评测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经典的 AG 系列开始吧。这不仅仅是一般的直播界面，甚至是很多人踏入网络创作直播领域的第一台录音界面。那在我们进入介绍 AG 的功能之前呢，先带大家简单分辨一下新旧版本的 AG 差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有两台界面，分别是这台白色的 AG 原始版本，那右边则是我们新的 AG03 Mark II。那其实 AG03 Mark II 也是有出白色版本，但这里为了方便分辨，我们就分两个颜色给大家做比较。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上面的差异，它们两台长得非常相似，但其实还是可以从按钮上面看得出来。旧的版本这里采用的是比较方形按钮的设计，而新的版本则是比较圆角的设计。此外很重要的是，新的版本这里多了一颗 Mute 的按键。那这个 Mute 按键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在做直播啊，或是 Podcast， 就是你临时，比如说你想要咳嗽，或者你想要切掉对方的声音，只要按下去就可以把对方的声音给静音掉，但这里其实是没有的。那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差异，则是你可以看他们的就是接口的部分。那旧的版本这里还是比较旧的，就是 USB-A 的版本。那这里其实新的版本就已经换成 Type-C 了，这应该是最大的差异。然后侧边旧的版本是有一个散热孔的，然后新的版本是没有。而且你可以看旁边雅马哈的字样，旧的版本是做一个比较凹进去的效果，那右边是直接做印刷的。那除了外观上的差异呢，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你现在要购买 AG 系列的话，就是去买新的 AG 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是底噪的处理。旧版的 AG， 我之前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也有使用过 AG06， 那我换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旧版的 AG 插上电脑以后，会有个非常大声滋的那种很像电讯干扰的底噪声音。那这点我已经向官方确认过，就是旧版 AG 的因为电工的设计上面确实就是会有这个问题。那你插上笔电的时候会比较小声一点，但插上桌垫就会变得非常大声，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新版这个部分，尤其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声音是经由同系列的 AG06 Mark II 所录制，而且我没有做太多的消噪处理，它的底噪就小了非常多。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买新版的。那由于台面上面展示给大家看的是就是 AG03 新旧版本的差别，所以它看起来外观差异没有那么大。但我们看到 AG06 的话，它的差异就很大。那尤其是在它输入麦克风的两个轨道，
新版是可以同时开启就是48伏换向电源的。换句话说，在旧版的时候，你只能接一支电容麦克风，或者你觉得这个界面的推力太小，你想要接一个前级扩大再接动圈麦克风的时候，你是只有一支的扣打，因为它另外一个孔是给你接电吉他，然后接麦克风其实只是让你可以接而已，就仅此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2个麦克风都是有 mute 按键的，这一点在双人录制的时候是非常重要，或者你想要当成现场的导播机使用的时候，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这些功能拆开来看，看起来都是小功能，但是实际影响使用体验却非常的大，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偏好新版的这个设计。那接下来我们就从 AG06 开始介绍吧。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先额外提醒大家一个小小的点，就是无论是 AG03 还是06，你都可以看到在它的背后呢，有就是接电脑的 USB Type-C 口，以及给你额外供电的就是这个5伏特的 Type-C 的电源接口。那我个人会建议虽然你电脑直接接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使用，它就可以同时供电跟传输讯息，但我还是会建议就是你另外把电源接上。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的电脑无论是桌电或笔电，就是它的电功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这个额外的5伏特电源就把它接上。那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延长线都有自带那种就是 USB 的接口了，那有的时候它可能电压会过高，所以我个人推荐就是用这种像是以前旧型的手机充电器，像这是 iPhone 的豆腐头，像这个然后去接上你的那个 Type-C 跟 USB 的转接线，那就可以帮它做供电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就是操作 AG06 这台界面。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就是可以双人录制的 AG06， 那因为这台如果你会用的话，基本上 AG03 你也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台为主来做示范。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简介它基本的功能。首先最重要的接入麦克风，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已经接入一支 XLR 麦克风，也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支所发出来的声音。那在下面你会注意到就是 AG06 关于音量方面有2个旋钮，一个叫做 Gain， 就是它的 Gain 值，那一个是它的音量按钮。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呢？原因是因为雅马哈这台界面其实原本是设计给就是自弹自唱，就是它是会有多轨混音，而且那时候是没有软体的，所以Gain 值跟音量的差异在于说 Gain 值主要是把就是你的界面的灵敏度让它推进到跟你的麦克风相符，让它麦克风可以听起来就是很清晰很响亮。那 Gain 值就不用再上去，因为你再上去再把 Gain 值加大的话，它超过就是原本你的麦克风所能负担的话，它可能会爆音，或者是就是听起来会有失真的状况。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建议就会是先调整 Gain 值到让你的麦克风能够听起来还算舒适的程度，那再来就是当你接入2支麦克风接入不同音轨的时候，再来调整这个音量。就你之后调音量的大小声的时候，就用这个去调，因为这个是去调整不同轨道间音量的比例平衡，所以它并不会影响到就是界面去推进麦克风的时候，让它的声音有就是不同的失真状况。所以这边我们的建议就是先调整 Gain 值，我自己习惯是先转到这个就是3点钟方向，这个当做一个基础的 Gain 值。那如果太大声或太小声，你就自己去做调整。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音量也设定在9点钟方向。那如果你觉得太大声太小声 OK 了，那这里之后你加入其他音轨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调整音量，再用音量键去调，就是上下各留一些空间，让它可以有一个调整的比例。比如说我现在把音量转到最大声，你们听起来应该不会有就是太大的爆音的状况，或是觉得声音有失真。但如果现在请大家注意耳朵，如果把 Gain 值转到最大呢，好，那你听起来就会是非常爆音的状况了。所以我一律是建议说 Gain 值先调到一个舒适的程度，接下来就用音量去调整。这样，那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在讲话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指示灯一直在闪。如果像我刚刚的状况，我把它调 Gain 值调爆炸，你会发现它有个 peak 就是变红色，它就告诉你这个爆音了，就是这个音量太大了。那观众的耳朵可能也会不舒服，这是一个警示灯。那当然，另外一轨的麦克风调整方式也是一模一样。不过你要注意的是，就是这里有一个 guitar 的符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符号呢？原因是因为就是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电吉他之类，它接入的音量可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 guitar 其实是一个音量的衰减，让你的耳朵不会爆音，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后置处理空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当你调整好音量之后，这里有那个48伏的幻象电源，那这个就是当你使用电容麦克风或是你使用前级扩大的时候才需要把它开启。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就是几个按键，分别是这个 Comp， 然后跟 EQ， 还有 Reverb 跟 Mute。那 Reverb 跟 Mute 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比如说 Mute， 我现在按下去。好，打开就是你们刚刚就听到，就是我声音消失了。那 Reverb 就是可以一键开启，类似像你在唱歌的时候有一个很像卡拉 OK 的那个环境环绕音的效果。那这是比较简单的设置。那 EQ 的话，则是压缩器以及后置的 EQ， 这些东西其实是在 AG 附赠的软体，就是 AG Controller 里面可以预先做设定。那你设定好之后，下一次你要用的时候就可以一键做开启。那你可以注意到说，就是这两个轨道这颗按钮上面的字样是不一样的。那这里写的是 amp，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过去 AG 这一轨其实是给电吉他的，那这个开启的其实是它的虚拟音箱效果。不过也不用担心，就是在新一代的 AG Mark II 的时候，其实这两轨都可以去做 EQ， 只是第二轨的 EQ 你必须要在电脑里面或者是你的手机里面用 AG Controller 去做设定，你是没有办法从这边直接开启，可是它还是有给你这一个功能。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拿 AG 系列拿来录制 Podcast 或者有两人的讲话需求的时候，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可以让两个轨道的 EQ 都是有被调整过，这一点在旧版 AG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到，旧版 AG 这一轨是没有办法做 EQ， 这是旧版 AG 的一个弱势点，但新版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就是有像是电钢琴或是有不同的音响接入，就是这两轨主要是给你的乐器的外接音源去做输入的。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监听耳机的孔洞，那这里也有其他的就是监听音响的输出。那这点主要就是如果你在家自己做录歌，你想要听，或是你在做现场演出的时候，你想要把音源往外输，就是你想要同时做直播，但是同时那个音源也可以外放的话，你就可以使用到这边的孔洞。不过要注意一点的是，虽然 AG06 上面有两个就是监听耳机的孔洞，但实际上你只能使用其中一个，就是如果你插这一孔的话，这一孔就不 work， 你插这一孔，这孔就不 work。所以实际上，即使你在进行两人录制的 podcast 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插两只耳机来做监听的，只有一个人可以做监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上面有 Dry、CH-EN1， 然后 Input Mix 跟 Loopback。那这三个模式分别对应了不同的使用情境。首先 Input Mix 是我们最常用到，就是所有的声音进到 AG 里面都混成一轨，这是最简单，就是全部都混成一轨。那 Dry 这个主要会用在两个情境，一个是你自己在录歌，然后旁边有乐器的时候，它在你的录制软体里面，它会把你的音源分成左右两轨，就是这两个频道。那你在后置的时候，你需要自己手动把它拆开，然后各自混成立体声。那这个用意就是让你说你在录制的时候可以个别去调整你的那些比如说你两个人的声音，或是你跟你的电吉他的音轨。不过要注意的是，它为什么叫 dry 呢？ dry 在混音里面就是它我们所谓的干声，就是它是不经过任何后置效果的，像是这些 reverb 啊这些效果在混进去的时候都会失效。所以这一点这个 dry 的模式通常只会用在你自己在混音，或者是你录制双人的 podcast 的时候才会需要用到。那平常我们就是用 input mix。那 loopback 模式我们之前曾在先前的影片有稍微介绍过。那 loopback 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把电脑输入的音源可以再重新混声给观众。简单来说就是你自己在电脑里面听到的，比如说你在播 YouTube 影片的声音，或者你在打游戏的声音，你可以让你的观众也可以同时听到。所以这个的用法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示范一下，我们稍后再提。那下面则是就是电钢琴的音量，还有其他另外一个输入的音量，但通常如果你没有外接这些音源的话，你把它关掉就好。然后这里有一个 aux 的输入，这个孔洞非常重要。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可以去外接你的音源，比如说你的 Switch， 你要直播游戏的时候，你可以把音源从这边输入，或是你要用手机来放你的伴奏的话，你可以从这边去接入。然后右下角这边这里有一个你可以看到电脑跟手机的符号，这边就是调整就是电脑音量，也就是你 loopback 出来可以听到的音量。
这个部分就是当你把 AG06 接上电脑的时候，你自己听到的声音。那如果你有开启 Loopback 模式的话，那这也会影响到就是观众听到的这类型的声音的大小，所以这个蛮重要。那这边有一个监听耳机的按钮跟就是音响的按钮，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 monitor、你自己的监听耳机跟外接的监听音响的监听两个是拆开的，所以这个有好处就是说，当你今天要外放音源跟你自己听到是可以去做比例的调整。然后这里有一颗按键叫 Mix Minus，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关闭你的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麦克风的监听。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讲话或唱歌或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一点干扰，那你就可以把它按下去。这点按下去之后，其实对于观众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按下去之后，你自己就不会听到就是你耳机里面就是有你自己麦克风的声音。这一点是在录制啊，或者是你在现场做演出的时候蛮重要的一个功能。那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下就是几种常见然后比较简单的直播情境。首先第一个就是打游戏的直播，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我有一个游戏主机的时候，我的画面可以另外用比如说影像截取卡输入，但是呢我的音源是可以直接输入到我的界面里面。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公对公的这种 3.5 的插孔，那直接把它接进去。OK， 那这个时候你们其实应该就已经可以听到一些游戏的声音，我稍微把它转大声一点，因为我怕它会太过干扰这样子。那这时候你们应该就可以听到游戏的声音了。那另外一种方式，我先把它拿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当你使用影像截取卡的时候，通常影像截取卡可以把就是声音输入到电脑里面。那这时候你就是在电脑里面透过就是这里这个，你把它转到 Loopback 模式，那你的观众就可以听到你透过电脑听到的声音。那接下来的情境是我们需要用手机来当做我们伴奏的来源，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音源可以做伴奏。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只手机，然后我希望用这个来当做我的伴唱带或是我的 BGM 来源。不过要注意的是说，如果你的手机是像我一样，我这是 iPhone Lightning 的线，你可能要去买一个类似像这样的转接头，就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Lightning 插头，然后去转3.5 的这个头。因为过去的手机上面其实是有 3.5 的耳机孔，而且是可以对外输出的，但是因为现在的手机都改成 Type C 或者像这种旧款 Lightning， 你就需要用一个转接孔。那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是把这个转接头插上你的手机，然后把它插进去。OK， 那这个时候按播放，音量还是从手机上面调整，你应该可以听到就是一些输入的 BGM 了。我现在稍微安静一下，让你听一下。对，现在大家应该可以听到那个声音了。好，那我先把它拿掉。大致上的操作就这样，非常的简单，这也是为什么 AG 系列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直播懒人机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就是这一次 AG 系列其实它是可以透过手机来控制，就是我们刚刚讲它的 EQ 那些选项的。那这件事情其实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准备了就是另外一台就是 AG03 来做示范，因为我这一台要留着录声音给你们听到，所以在我接上手机之前，我要先准备一个东西是转接头。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转接头，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叫做 OTG 的转接头。因为通常我们手机在输入内容的时候，我们都是从手机输出，比如说我把声音输出来给外面的音响，或是输出来传输到电脑，而不是输入进手机。如果你要把内容或是资料输进手机的话，你就必须有这种 OTG 的转接头，或是各家厂商出给手机就是可以把内容输进去的转接头。那像我这里的这个就是 Lightning 去转USB 3.0 的，那就可以去接上去。那这样子我才能够就是用我的手机来控制我的 AG 系列。那我先把它安装上去。好，那我现在已经把它接上去。要注意说，我现在所连接的这个头，就是你原本拿来接电脑的那个 Type C 的地方，而不是这个 AUX 的音源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机上面显示说，它已经识别这个 AG03 了。好，那我就按 OK。那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它已经识别到 AG03 这个界面了。我现在用麦克风讲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手机上面的这个波形是有在跳的。
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个即时的 EQ 调整，所以我可以稍微对照一下。那这里你就可以去设定就是这个麦克风的 EQ。那能够用手机的 App 来控制 AG 系列的 EQ 啊、压缩器这些东西以外，它其实就代表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手机的音讯输入源。就像我现在这张图上面所展示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演奏者，你是一个音乐的演奏者，你想要用你的 iPhone 或 iPad 来拍摄就是你演奏的影片，但同时间你又要输入伴奏这些东西，就是你有很多音源要输进你的音讯，那你就可以用 AG 系列当做你的音讯来源，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拍摄的同时，你有自己演奏的声音，然后也有就是你的伴奏啊，你的其他音讯来源，比如像这样子的使用情境，或者是最直接就是你可以把它用于手机的直播上面。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我们 AG06 搭配的软体 AG Controller。实际上无论你是使用 AG03、AG06 或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的 AG01， 你都是使用这个软体。那这个软体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演示的，就是你可以在电脑上操作它，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行动装置然后插到你的 AG 系统上。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用你的行动装置来调整就是软体中的 EQ， 然后存到你的 AG 主机上面。那我们可以先看基本的就像我们的通道 One， 也就是你主要的麦克风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压缩器以及 EQ。那这两个东西如果你经常有在比如说做 Podcast 或调整音讯的话，应该很熟悉。那我们这里就为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那所谓的压缩器基本的原理，用简单来讲，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声音过大的部分压小声，那声音过小的部分拉大声，也就是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均质一点。这个东西在混音业界已经非常行之有年了。那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能够让你的声音更好听一点。所以在下面你可以就是设定它的就是一些详细的内容，包含说像这个 attack， 就是它是在几秒的时候开始。然后 release 就是它在几秒的时候释放。那当然如果你这些东西这些数值你都不熟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 AG06 这一次你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个 preset 叫 default。 那你打开之后里面有非常多就是比如说中音的唱歌或是中音的演讲，就它帮你做好很多就是算是已经预设好的内容，你只要直接去点选就可以，就是针对你自己的音质。那如果你真的不懂这些数值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录下来，然后听就是怎么样你会觉得最舒适。那像现在假设我把它就是打开，那这个就是你们听到就是带有压缩器以及 EQ 的效果。因为它如果我从界面上开，就是一开就是全开的，你们应该可以很明显听到就是声音听起来更加的厚实，有点像就是广播节目的效果。那这个就是压缩器加上 EQ 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EQ， 就是 EQ 的话，它这里同样它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选单可以去做选择，像是 Voice Middle， 然后这个就是中音的演说。那假设你要唱歌的话，它有唱歌的模式。那我自己的习惯调整的其实跟它上面演示的波形差不多，就是通常我会加一个叫做 High Pass Filter， 这个叫高通滤镜，用中文来讲是这样子。但是它主要的用途就是帮你把就是比较低频的一些噪音把它直接消掉。那比如说就是一些冷气啊，或是外面风吹的呼呼声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就是看你要不要开，但通常如果你都加了 EQ， 我会建议可以开启啦。那我自己也是习惯，我的声音处理也是习惯在大概200-300赫兹的这个地方把它拉高，然后在中间的时候 1K 这边的时候稍微降低一点，这样子会让你的低频听起来比较明显，然后而且声音听起来比较清亮比较稳健。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去做微调。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搞爆了，你还是可以透过它这个有回到一个 default， 这是它的 default 的 EQ。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波形的调整就明显跟刚刚差很多。那像我现在这样讲话，你们就不会觉得低频的声音那么明显了，因为刚刚是把那个低频的声音有在特别强调一下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 CH2 就是你的通道 2 同样可以做就是 compressor 跟 EQ。 不过要注意的是AG06 上面的就是按钮是没有支援这个通道 2 的，你必须要透过软体才可以把它的 EQ 或 compressor 开启。那原因是因为 AG 系列就从上一代开始，这个通道就是做给电吉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电吉他的虚拟的音响。那这个东西当然平常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开它，但是如果你有用到的话，它同样有就是不同的电吉他的预设模式。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要录制双人 podcast， 那你希望你的声音更好听，并且是透过界面直接先处理的话，那就会建议你去熟悉这个模式。那就是如果你在跟你的伙伴或者是你的 partner 录音的时候，就要记得帮他把这边的 EQ 或者 compressor 手动开起来，那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Yamaha 算是 AG 系列一贯以来最招牌的一件 reverb。那 reverb 这边也可以做非常多详细的设定，像这是 default。那其中几个影响比较大的，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它的概念。像是第二个这个 reverb time， 就是残响的延长的总长度。那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说，假设我们就直接开来听一下好了。好，我们现在开启 reverb 效果。那假设我把这个 time 就是降低，你就会觉得这个 reverb 的效果变得很短，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模式，你会觉得它的声音有点滋滋滋的感觉。那假设我用它预设的这个 room，OK，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 reverb 比较像是在房间里面比较短。但是如果是 stage 的话，当然它的残响效果就很长。那这个 diffusion 是你的中低频的厚度，这个就会影响到说你唱的歌曲的类型，或你本身声音的。就是你本身声音的音质，你可以自己是你喜欢去做调整。然后这里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左右声道的平衡，这个东西平常你不太会用到，通常会用到是你在录制 cover 曲，比如说你有2个声道，一个乐器，一个声音，你真的有想做左右声道的差异，或是你有在做 ASMR 表演，就是它一次会抓两边的麦克风，你要去调整左右声道的时候，你才会去弄到。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调过来，你就会听到我现在的声音是偏左，因为我现在是通道1，那我的声音是往左偏的。那这个比较像是你有在做这种立体声的处理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功能，不然通常你应该会用不太到。好，那以上就是 AG06 大致上的软体。那软体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简便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复杂很麻烦的话，有没有看到右上角有个 Simple？ 你点进来之后，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超级懒人模式，这真的是懒人到不行。就是你可以设定，就是你现在是哪一种类型的声音，然后你是哪一种类型的那个麦克风。比如说我现在是动圈麦克风，好，然后我现在下面是就是语音还是唱歌 ，OK， 然后你的 reverb 要不要开？就这样，这就是超级无敌懒人。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调的话，也是可以。对，但我自己习惯是用 detail 去调一个我们所喜欢的设定啦。那以上就是 AG06 的软体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到旗舰级的界面 AG08， 这台界面可能会是你今天点开这支影片的主要原因。那这也是之前在 VTuber 以及直播业界非常红的一台界面。那今天我们就要来针对它做完整的评测。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开机的时候就是会有非常炫炮的那个 RGB 的灯光，就是非常的赏心悦目。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AG03 跟06了，所以你们大概比较熟悉这些接口，然后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这边会直接用一个图示来让你们知道就是它可以接入哪些音源，这样也会比较清楚。然后比较值得注意的是78轨它是做 aux 的输入跟输出，那刚刚我们在用 AG03 06的时候，它是只能做输入而不能做输出的。不过要注意一点的是，如果你要用它来做音源的输出的话，那你要注意就是你的音源线通常我们传统上的音源线是这种3环2节的，它是只能把声音输到装置里面的，就像你平常把手机拿去接音响一样。但如果你要做输出的话，你要去买这种就是4环3节的音源线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4环3节的音源线，这个是当时出给手机可以把就是它是有多一个麦克风线，那是可以把音讯接入到手机里面的。如果你要把你的声音从你的界面输到行动装置的时候，记得你要去买这类型的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AG08 上面的配置吧。
首先最基本的，它当然也给了一个麦克风，还有麦克风 2， 然后这里也可以接电吉他。那跟 AG06 一样，它这里也有做给电吉他的虚拟音箱。不过你可以看到，它在 Mic 1， 也就是你主要输入的声音的这一轨，多做了非常多的东西。那主要是它的变声器，比如说这边我点下去 Voice Changer， 那你们应该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变成一个 Radio 无线电的声音。那其实它的变声器是可以做很多的设置的，这只是其中你在它的软体里面可以做的一个设置。你也可以把它变得像高音、低音，比如说你可以去调它的这个就是音频的频率，都可以把它调低一点，这样就会听起来像低音。那另外一个，如果你影响不要那么大，你可以调 pitch， 就是它的音高。那这听起来稍微就是会比那个 format 这个来的自然一点。那透过这两个东西的相互搭配，你就可以去调出各种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你想要变成老人家的声音，或者像我刚刚那样子 radio 的声音，你都可以去做调整。那另外一个是这里 FX， 就是你所谓的 reverb。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按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强的 reverb 的音效。那我如果觉得它太强，可以把它做调整。那跟刚刚 AG06 一样，这个部分的效果是可以在它的软体里面，就是 AG Controller 里面去做微调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些新的东西，这6个就是所谓的 Sound Pad， 就是你在直播或者你在做现场的那种导播台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些音效，像这样，就是一些比较综艺的音效。那这个音效比较特别的是，你除了把音效灌进去AG 里面，就是透过软体灌进去之外，你也可以自己就是录制音效，然后去做重播回放。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就是给大家看这个功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非常重要的这几个轨道，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就是除了跟刚刚一样不同的轨道配置之外，它多做了几个按键，分别最重要的是这个 Line USB， 然后跟这个 Streaming On。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简单跟大家讲解一下 AG08 这台界面，它厉害的点在于说，它跟其他的就是直播界面一样，它是可以把你每一轨就是分别输入到装置里面，然后你可以去调整就是观众音量听到的大小。比如说今天我用 AUX 把我的游戏我的 Switch 接到8/7这一轨，那另外我电脑里面可能有我的 BGM， 那我把它接到就是656这一轨，那我就可以在观众听到的同时，就是去调整他们音量的比例，就是非常的直觉。那这两个按钮是做什么呢？这个 Line 其实就是你就想象它就是有点像是类似电脑 loopback， 就是把电脑里面如果你想要把音讯灌到这一轨之后，你就把 Line 压下去，它就开起来。那如果你想要让观众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你就把 Streaming 这一轨开起来，所以它非常直觉。比如说今天我游戏还没准备好，我不想让观众听到，我可以把这里的音量直接静音，或是我直接把 Streaming 关掉，那观众就不会听到了。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在软体的时候详细解释它如何设定给大家听。那另外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就是 AG08 相较于 AG03 跟06，它终于多了2个监听耳机的孔洞，所以它是可以负担双人的监听，尤其是如果你要拿它来录制双人的 podcast， 或是你今天在现场活动的时候，一个人是负责主讲的人，另外一个人算是他监听的导播，要帮他 cue 各种效果，它是可以当一个简易的导播机了。那你可以看到跟06一样，它有一个 Mix Minus， 但这个 Mix Minus 除了把你自己的就是你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麦克风的声音切掉之外，它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更详细的设定，就是除了我自己的这一轨麦克风之外，那这些其他的轨道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Mix Minus 一键把它消掉，就是让你自己不要监听到这个声音。那这个用处是什么呢？我举例来说，比如说像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可能今天我在做一个杂谈，那我有一个背景音乐，可是观众听到的时候觉得有背景音乐很好，但我自己觉得背景音乐很干扰我讲话，那我就可以把背景音乐，比如说假设我放在这一轨好了，我把它放在这一轨，然后做 Mix Minus， 我就可以把它卡掉，就是我自己听不到背景音乐，但是观众听得到，它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那这就是端看你的使用的需求。那这里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就是 Q 的按键，那这个 Q 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简单来说，如果你要理解它的用处的话，它其实就是把你所有的
2只麦克风强迫送到就是监听音轨里面，就会让你可以快速的确认就是所有音效就是听起来混起来的效果如何。那我现在按下去，就是我主要就是如果假设我接另外一只麦克风或其他东西的话，它就会强迫把所有的音轨送进监听里面。那这主要是用来做确认用的按键，但如果你是单人做直播的话，这个按键你可能会很少用到。那最后这边要请大家注意另外一点是，跟 AG 系列一样，就是它是有支援不同的乐器输入的，但是因为乐器它的 gain 就是它输入的音量通常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在那个二轨这边它有一个 pad， 就是 for 就是如果你是电吉他或相关乐器的话，然后3、4轨道这边是有一个 high low， 就是可以把乐器可以就是让它的音量做衰减的，但是5、6跟7、8是没有的哦。如果是你把外接的音源接到5、6或7、8的话，你是要自己用外接音源的来源来去控制声音的大小的，或者你只能用这个推杆而已。所以这点要注意，就如果你要接乐器啊或是电钢琴之类的东西，就建议接在3、4这一轨。那接下来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如何使用这个 SoundPad 的按钮。就是通常你按下去，它有一个预设音效，那你可以透过 AG Controller 的 App 把你自己喜欢的音效加进去，像这样子。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录制一个自己的效果的，像我现在就要来示范给大家看如何做录制。好，我先调到我想要的音量。好，这是我现在想录的音效。OK， 那我们点击 REC。好，你就会看到它在闪烁。OK， 那今天我想把它录到第3个。OK， 你就看到它现在选择第3个。好，接下来它们在闪烁，点这个 REC 你就可以开始录了。那我就会开始讲一个我自己想要的音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Hello Hello。OK， 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我最后把2个键同时点下去，然后它转了一圈，就表示它已经储存好了。那这个的操作，你可以在就是 AG08 的 User Guide 里面找到一个更详细的操作说明。那我们现在把它按下去。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Hello Hello。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Hello Hello。你就可以听到，就是这是我刚刚录进去的声音，然后我点了，它就变成一个方向键。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SoundPad 在直播上面的应用比较有趣，是你不要用它预设的音效，你可以自己录。比如说，如果你是 VTuber 或直播主的话，你可以录一些比较好笑的声音，比如说好耶，太棒了，就是 Oh my God， 这里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效，这对直播上面的效果会蛮有帮助的。好，那接下来硬体的部分，整个我们大概都已经看完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它最重要的软体的部分吧。接下来我们来到 AG08 的软体 AG08 Controller， 它跟我们刚刚使用的0306还有01通用的那个 AG Controller 是2个不一样的软体。那原因也显而易见，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软体很明显就长得复杂非常多。但先不要被它的这个外观吓到，我们接下来会先教大家如何调整基本的声音效果。那接下来再进到比较复杂的，就是如何在电脑里面分配，就是你直播时候的声音跟音轨。好，那首先我们来讲声音效果，跟 AG Controller 一样，它当然同样可以调整你的 EQ 或是压缩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其实算是一个快速面板，就你可以在这边做开关，甚至做直接的拖拉。那其实当你想要做比较细部的调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就是很像分享按键的按钮，你按下去之后，你会进到一个就是全部调整的界面。那在这里你就可以调整所有跟声音有关的效果，包含我们看到的就是 compressor 跟 EQ 这样子。那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在 AG06 的时候稍微示范过，那调整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只是它界面长得比较大一点，所以这里就是同样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那未来就可以去做一键的开启啊，像是这样子，我就可以把 EQ 开起来了。那再来是我们刚刚用实体示范过的那个 Voice Changer，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 AG08 的界面上面找到这个 Voice Changer。那在这里的时候，同样点开我们刚刚那个界面，那进到这个画面之后，你就会发现有2个东西，一个是 Voice Changer， 一个是 Voice Effect。那 Voice Changer 顾名思义就是变音器，那就是基本的，就是像这样子，你可以做音高跟你的频率的改变，那你就可以换成别的声音。那在下面有一个 Voice Effect， 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 Radio Voice， 就是我刚刚在实体界面示范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比较像是它附赠给你的另外几种变音器，不过要注意的是，你一定要开启 Voice Changer， 你才可以开启下面的 Voice Effect。
那这里就有不同的就是 voice back。那我自己觉得最常用到的是这个 radio voice。那当然它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微调，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做你可以自己去做设定。那当然设定之后它存在你的界面里面，到时候你就可以透过界面上面的按钮一键开启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到 FX， 也就是我们的最常见的 reverb 效果。那 AG08 的 reverb 设定非常的精细，就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种的模式，像最常见的 reverb 这个就跟 AG06 一样，就是它还多了一个那个 reverb 的示意条，让你视觉化比较好理解说你现在的设定是怎么样。比如像现在我把 reverb time 增加，你就会发现你的声音的衰减就是变少，它 reverb 时间会变长。那这个就是你的那个拍数，就你可以去设定各种东西，它会用一个视觉化的效果来去做呈现。那另外一个效果是 delay， 那我这边可以开启大家一下，就是你会比较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可以看到 delay 在 reverb 的时候，你比较像是有一个大的声音，然后直接往后慢慢回送。但在 delay 的时候，它是每一段声音都会回送。那用讲的很模糊，所以我直接开启给大家看，像这样，就是你会发现说我每讲一句话，它都会 delay 的非常多。对，它听起来有点像 reverb， 可是会更有这种就是你的声音一节一节的感觉。对，很像你对着山谷大喊。对，好，大概是这样的效果。好，那如果你要处理的话，你其实还可以让它先 delay 再 reverb， 这是一个就是组合 combo 技。但我其实觉得一般来说我们其实不会设定到这么细啦，除非我们是做现场演出，要有一个你有点像是该怎么讲，我觉得比较像是你是一个无声的艺人工作室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另外一轨接电吉他，然后你这里想要用一个现场舞台的效果，或者是你拿来录制 demo 带的时候，你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效果，就像我们自己在听一些 cover 曲的时候，不是会对声音做一些像是 radio 的效果，或是就是突然叠加的效果的处理，这个时候你才可能会用到这个东西。不然通常如果你只是开歌回的话，应该一般的 reverb 就可以满足了。好，那刚刚我们已经把就基本的声音调整都讲完了，这个东西在你的界面上面基本上就是一键开启，你只要设定过一次之后，应该就不用再改了。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有演示过的东西是这个 SoundPad， 那在软体里面它可以去做更精细的设定，好像是我刚刚在示范 SoundPad 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已经录制成了我自己的声音，这样。那比如说我就把它叫做 Neo Radio， 好，那我就可以把它改名。那在这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更精细的剪接，比如像我们播放一次。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 ，Hello。好，假设我只要卡到这里的话，我其实可以做一个比较直觉的剪接。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 ，Hello。像这样子 ，OK， 那这样就可以存到里面。那它需要一点时间来存。那这里有几种模式是关于就是你按那个 SoundPad 的模式，叫做 One Shot、Hold 跟 Loop。那简单来说 ，One Shot 就是你按一下它就会响一次 ，Hold 就是你压着它会一直重播，那 Loop 就是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一直重播，直到你下一次再点击为止。那 SoundPad 这边你其实也可以帮它加一些就是 reverb 效果，这里就有一个那个 FX 的效果可以加上去。那原理就是跟你自己调整声音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就是如何分配声音。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就是 Darker 跟 Maximizer 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先来讲 AG08 如何去分配你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官方的介绍图，你可以看到这个 Line 跟 USB 的设定。那主要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把电脑中的声音或是你外接的音源，就分配到就是它的3、4、5、6、7、8这3轨道，那再去做声音的即时调控。那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想简单一点，就是你可以把你电脑中比如说任何软体，像是你的 Discord 聊天，你把它丢到5、6轨，然后你的游戏音轨丢到7、8轨，那你的系统音效丢到3、4轨，那这样子你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觉地去做控制。那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有非常多音轨的混音的最终的轨道，这个就是这张官方图上面写的 Streaming 这一轨在 AG08 上面的位阶是最高的，就是它混合了你所有的轨道，但同时间你又会有2个 output 是 Voice 跟 Aux。 那 Voice 主要通常就是我们用来跟其他人聊天沟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 Discord 的伙伴，你在跟他通话的时候，
你就不是接 streaming 轨道给它，而是接 voice 轨道给它。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图示让你们可以明白，我们就把这2张图组合起来，这样看起来应该就会比较清楚。所以你给观众听的音轨，也就是你接到你的 OBS 或是 Streamlab 里面的音轨，就是 streaming 那一轨。那你给你的联动对象听的 Discord 语音就是 Voice 这一轨，那 Aux 这一轨就看你自己想不想要使用，你可能可以拿去输出到监听音响或任何地方，或者通常我们就只会用 Streaming 跟 Voice 这2轨。好，那接下来示范就是我如何把电脑中的声音分配给 AG08 的不同轨道。其实它的做法就是非常的阳春。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调整你电脑的输出跟输入装置。输入装置通常就是你的麦克风，那输出装置就是你想要把电脑的系统及预设音效改为哪一个。那你可以现在看到，就是我把输出装置改成 Yamaha AG08 的3/4轨。那点开之后，你可以发现就下面有非常多可以选择，那其中3个就是 AG08 的3个轨道，所以这里就是你可以分配声音的地方。那我现在把系统音效设定为就是 AG08 的3/4轨。那输入的部分，因为我是要收我的麦克风嘛，那我这里就是选择 Yamaha AG08 的 Voice。那在这边你就可以只收你的麦克风的声音到你的电脑的麦克风里面。好，那接下来因为我想要玩游戏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游戏跟系统音效是分开的。那我这边有开启了一个游戏，大家把它点开来就可以发现说，我的输出装置改到了56这一轨，所以这个游戏的声音跟我的系统声音现在就在不同轨道了。那我现在可以稍微把游戏的声音开大，好，那大家应该就可以听到游戏的声音了。对，好，那我先把它关小一点。这个是我现在用实体界面来操作，所以它的操作就可以变得非常直觉。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如果观众跟你抱怨游戏声音太大或太小，你就可以从这边去做设定。那当然，你可以不用丢到那么多轨道，你也可以全部都塞在系统音效，就3/4轨这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那像我个人的习惯，就是会把系统音效或 BGM 就是单独一轨，然后游戏的声音一轨，跟联动对象的声音一轨。好，那因为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 Discord 来直播，所以我这边就来讲一下 Discord 的声音设定。好，那打开 Discord 的后台，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语音与视讯。那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就是一样跟你刚刚电脑一样有输入跟输出装置。那这边同样我把那个麦克风输入设定成 Voice， 那你的联动对象就会只听到你麦克风的声音，不会听到其他音轨。然后输出的装置这边，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你要把 Discord 的声音丢到哪里。那这里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7、8轨，因为我们刚刚系统是丢3、4，然后我们的游戏是丢5、6，那我们现在就把它丢7、8轨。好，那到此为止，就是你的声音设定的布局就完成了。我们再用刚刚那张图来看一下。好，那到这边大家应该就比较可以明白，就是所谓声音的分配设定。那当我们回到 AG08 软体里面，就可以从这边去监看，就是各轨道的声音状况。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5、6轨道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跑，这是我游戏的声音，可是 out 却是没有的，因为我把声音的音量输出关掉了。那我现在把它打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out 逐渐接上 in。OK， 那这里我就要用这个游戏的声音来示范一个东西，叫做 Darker。好，我们先把它打开起来，为各位听一下有 Darker 的效果。好，我现在讲话，你会发现在我讲话的时候，游戏的声音被压下去了。我把 Darker 关掉，我关掉的时候，就是游戏的声音会一直在后面播放。那如果我把它打开的话，你就会发现游戏的声音在我讲话的时候被压下去了。那这个就是 Darker 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能够以你讲话的声音为就是最高权重。当你讲话的时候，它可以把你背景的其他声音 fade out。那在设定的时候，点击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也是分享按键的东西，你就可以去设定就是 Darker 启动的时间，然后多久释放，然后你要针对你的麦克风 1、麦克风 2 还是2个都要针对。然后这里你也可以去调整说就是它 fade out 的程度。OK， 那这个功能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一些比如说有访谈节目，你有 BGM 啊或之类的东西，或者你希望就是你的游戏声音不要盖过你本人讲话的声音，就是你本人讲话的声音是最重要的时候，这个 Darker 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而且我必须说
AG08 的 Docker 做得非常的自然，所以这一点就是蛮给予肯定。而且其他的东西虽然有 Docker， 但是都不像它就是能够启动的这么直觉。好，那接下来就要来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在右下角叫做 Maximizer， 你可以理解为声音最大化器。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另外一个比较进阶版本的压缩器。那这个就是它分别在于调整你的低、中、高音，就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让你的音量最为均值，让你把小声拉大声，大声压小声。所以假设今天你的声音的特质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枪战音效或什么之类的东西，非常大声的话，你可以把低音的部分就是稍微比如说抓低一点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直觉去做拉动的调整。那我个人觉得 Maximizer 这个东西就是比起直播的话，我觉得它更适合用在就是比如说多人讲话或是实况节目的时候，就是你把它当成导播机的时候，你可以针对你所有的就是包含你的 BGM 以及多人讲话的声音去做一个设定。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压缩器只是针对你个人讲话的声音嘛，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它针对你整个所有混音音轨综合起来的一个综合型的压缩器。好，那接下来我们理解声音的分配之后，我们最后就来讲一些它里面其他的设置。大家可以看到，你点开左上角的这个汉堡选单，然后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设定，包含就是 Soundpad 的文件，就是你可以去 import 就是不同的 Soundpad 的效果，就是你可以有不同自己的组合。然后设置这边有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踏板，那是因为AG08 是可以外接像是雅马哈或其他音乐厂商出的踏板，那这个踏板就可以设定你踏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包含就是比如说启动 Voice Pack， 或者是你可以 mute 其中一道音轨，但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像是你在做现场的控台直播的时候才会用到。那混音消除就是对应到就是你的界面上面有一个 Mix Minus 消除按钮，那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其实就是消掉你自己耳机里面监听你自己讲话，所以它这一轨是预设会把它消掉的。但它也可以怎么用呢？就是当你在直播的时候，有一种状况，比如说今天你设定了一个 BGM， 但是你觉得 BGM 很干扰，然后我把 BGM 混到5-6轨这一轨，我把它打开，那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观众听得到，但我自己不会听到这样子的设定。这时候你按下界面上面的 Mix Minus， 它就会帮你把 BGM 那一轨给消掉。那其他这边比较重要是这个输出的音轨，那这里所谓的输出是你可以做一个 Mix Out， 就是你可以把它输出到比如说额外的监听音响，那它会问你说，那你的 Mix Out 你想要输出对应到哪一个轨道，比如说你想要跟你耳机里面听到的一样，还是你的监听输出就是你的 Streaming 所有的。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太复杂，你也可以干脆就 Link to Monitor Out， 就一切就解决了。然后这个7-8轨道有没有记得我们刚才在前面讲过AG08 的 AUX 接口是可以做输出的，它是双向的，就是你可以输进声音进来，你也可以输入声音出去，所以它这里可以就是调整说你的7-8轨道是要往 AUX 这边输出，还是你要接在 Streaming 里面。那通常因为如果你就是用电脑直播的话，应该预设就是锁在 Streaming 里面就好了。好，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是，如果你的直播，比如说你是作为现场的导播机，那你可能不像你自己自家操作，你会有一些 stream 上面的延迟，它是可以配合就是这个延迟时间去做调整的。其实你只要知道就是如何去调整你的声音，跟如何把音轨接入到 AG08 的轨道里面再送出来，其实你只要搞懂这两件事情，一切就会非常简单。但通常就是这个长得非常复杂的界面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却步，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就是在它的 App 里面有一个这个使用指南的连结，你也可以去参考它线上的说明。OK， 那接下来就要进到本次的界面介绍中，我觉得最有趣的一款产品，它叫做 Yamaha AG01。那它从外观上来看，就是一支普通的桌上电容麦克风，但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直播界面。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冠上 AG 系列之名，就是它跟 AG03、06一样，其实它是本身是有直播界面的功能的。你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按钮，包含说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就是基本的静音的按钮，然后这是一键开启 Reverb 残响的功能。
那我们翻到底部呢，就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完整的输入口，这个是就是作为跟电脑或是行动装置连接的 Type-C 口，然后包含它跟 AG 系列一样拥有一个独立的供电口，然后这边也支援一个 aux， 就是你可以把音源输入进去。然后左上有一个耳机孔，右上也有一个就是行动装置的输入口。那翻到后面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调整就是麦克风的 gain 值，因为它本体就已经是一支电容麦克风了，所以调整 gain 值的高低纯粹就是为了你的距离的远近，你想要收到的音量大小。那这里也包含就是 string out 的设定，就它同样能够就是做 loopback 的功能，所以当你把它接上电脑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直播界面，你可以把你正在玩的游戏或者其他的伴奏的配乐输进去，然后再输给你的观众听到。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基本的 mix minus， 就是如果你在直播或者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不想听到自己就是麦克风里的声音，你把它打开之后，你的麦克风的声音就会去掉了。好，那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声音就是经由现在这支 AG01 的那个电容麦克风所录制出来的声音。我现在距离麦克风的距离大概是30公分，然后我把 gain 开到高，然后音量调到就是适中的这个3点钟的方向，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的品质。那现在就来示范它各个功能，比如像我可以一键开启这个 reverb。好，那现在大家听我讲话应该会有一点回声的效果，我现在没有把它开得很重，我可以透过 App 稍微调整一下。你把它接上电脑之后，它仍然是可以联动这个 AG Controller， 然后它会识别成它就是 AG01 这个装置。那同样 Reverb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用软体示范过的，你可以它的调整跟 AG0306系列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调成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的 Reverb， 你们听起来应该就会那个效果比较明显一点。OK， 那我现在先把它关掉。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车旁边下面的线已经接满了。我把我手机作为一个音源输入，也就是用那个 aux 的方式接进去。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它这个上面这个音乐符号的地方啊，它调整的是你的电脑，就是连接输出音讯的电脑设备或是行动装置，比如说你在监听的时候听到的音量。或者是这个装置本身输出来的音量，而不是 aux 接进去的音轨，你还是得靠原始装置，就是我的手机来调整。那我现在把 BGM 加进去，好，那大家现在应该可以听得到 BGM， 可能有点大声，那我就稍微把它弄小声一点。如果你要用 aux 的方式，就是接入音轨来，就是比如说唱歌之类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就是你要自己手动在这边调整音量。OK。那我们就先保留这个 BGM， 然后差不多基本的功能就是这样子了。那也有另外一个方式是，我现在先把 aux 这个音源放掉。那我现在先尝试用那个 Spotify 来播同样一首歌，稍等我一下。OK， 那我现在改成用电脑播同一首歌，这时候它就是经由就是这个loopback 的功能来传进你的界面里面的，所以我现在是用电脑播放，你们应该会听得到我点滑鼠的声音。OK， 那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听到那个背景音乐音量，然后你会发现，这时候我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旋钮来调整的，或者把它直接关掉。好，那像直播的时候，你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可能就会比较直觉，比较好调整一点。那 aux 就是一个辅助了，就是看你想要接什么效果进去。你除了可以接 BGM 之外，你也可以接，就是比如说其他人通话的转接，就是你要做一个采访之类的。那它其实它的用法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它本身是麦克风，但同时又是录音界面，而且它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种，就是大部分的东西是靠软体解决的麦克风，比如像 Melno 的麦克风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能够做的事情直接就列在麦克风本体上面。不过这边大家大概听我现在的环境音，大概就可以听到，就是因为它是一支电容麦克风，那我们在之前影片里就有讲过，电容麦克风的收音是比较灵敏的，所以像我现在在讲话，你们可能可以听到房间中的其他声音，比如说一些线的声音，或者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外面可能有车子呼啸而过的声音，那这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
那这个就是电容麦克风的收音特性，就是你会比较有空间感，然后收到比较细腻的声音，甚至连呼吸什么之类的声音都会收进去。它其实比较适合唱歌或者自弹自唱那种，就是你要比较有立体感的声音，就大家不会介意有环境音，大家甚至会觉得这样的空间感比较好听。不过如果你要拿来做就是游戏或是一般的直播的话，我就会建议就是要么你的室内空间要是比较安静一点的，或者是说你用就是独立支架的形式把它锁在你的桌子上，而且重点是这个支架最好不要跟你的桌子是同一个，就是这支麦克风锁定的那个平面最好是额外分开的，就像我现在图示上面这样子，这样你才能够确保说你在桌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会干扰到这支麦克风，然后被收进去，比如说你敲键盘、敲滑鼠，或是你放水杯的声音，但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需求啦，也有人是觉得就是这种生活感的声音对于直播来说是一个加分项目，所以这个就是请大家自己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斟酌。那刚刚介绍完了经典的 AG 系列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雅马哈针对电竞以及电玩直播所推出的新系列 ZG 系列。ZG01 是在2023年所推出的一个新的，就是针对电竞所特化型的界面。那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功能音效按钮。那 ZG02 则是在今年所出的，你可以把它视为是 ZG01 的一个减配版本。就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功能需求的话，也许可以考虑这一款。那我们等一下会先以 ZG01 为主，因为你只要懂得这一台的功能，这一台就是基本上你就会了，因为它就是删减到其中一些功能。那让我们从 ZG01 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相比 AG 系列，它的按键配置简化很多，而且它是没有那么多乐器的接孔，因为它真的就是针对游戏直播所设计的。那除了雅马哈一贯的就是 gain 值旋钮以及音量的调整之外呢，这边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聊天室的符号，那这个就是给你调整就是对话时的语音的大小以及你的游戏的声音大小。那我们稍微拿近一点看，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有一个监听音响以及耳机的切换，它是可以直接外接音响的，就是在它的背面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有一个stereo out， 就 speaker out， 而且这个跟 AG 系列不同的是 ，AG 系列的监听音响比较是 for 混音的监听音响，但这里就是做了一个 3.5 的，可以直接接出去，就是通常你的家用音响只要有这个接孔的话，应该都可以做使用。那来到这边，大家就会注意到，就是它有3个 HDMI 线的接孔。那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说，哦，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当成影像截取卡的吗？很抱歉，可能要让大家稍微有点失望。就是这3个 HDMI 孔分别有2个，就是你可以插2个游戏主机或是你的电脑进去 ，whatever。但它主要是用来做游戏的环绕音效。那我们接下来会介绍到。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 HDMI out， 所以它其实是，比如说你把你的 Switch 接进来，然后再接出去，它是可以当一个转接的 port， 就是它是可以让你的画面通过这一台，然后再输出去。可是呢，这个界面并不具有截取卡的功能。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在直播的时候把你的游戏画面截取进电脑里面，你除了经过它之外，你还是要外接一个就是影像的截取卡，就像我们刚刚有拿出来过的，就是那个原钢之类的截取卡，就是你还是要多接一个截取卡才可以把它传出去。这个 HDMI 孔主要就是用来 for 就是环绕音效，等一下我们会示范这个效果。好，那因为现在讲这一台的话，如果我们不接上装置是非常的模糊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个完整的 set， 大概会长怎样。好，那大家目前现在看到的就是 ZG01， 就是插上所有线路后完整的样子。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它目前画面上的东西。这边是我的 XLR 的麦克风线，然后这里是我的监听耳机线。那其实它的组合里面附的耳麦是可以直接接麦克风，它这里还有一个麦克风的孔洞。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就是电竞耳机是有一条一条耳机跟一条麦克风的线，也是可以从这边直接接进去的。或者你就是用 XLR 去接你的动圈或电容麦克风。然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拉了一条线来外接这个小音响。那这个小音响其实是我用来示范，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是在直播的时候，你只是想要单纯就是用它来玩游戏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游戏的声音输出到你的音响，然后放出来，就不用戴耳机了，比较方便。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是这里有一台 Switch， 那它从这里接了一个 HDMI in 进来。
那通过 HDMI out 再接到我们的萤幕上面，就像刚刚有提过的，这一台 ZG-01它并没有影像截取卡的功能，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你把影像跟声音接进来之后，再另外输出到萤幕的。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做直播的话，你想要把你的外接的像是游戏主机的画面接到电脑里面，你在这个 HDMI out 外面，其实你还要再另外接一个影像截取卡。那由于我们今天只是先示范功能，我们就没有这样处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大家看 ZG-01软体的各种功能，并且搭配它的这个界面的画面，这样操作起来大家会比较知道该怎么处理。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单里面分别有就是麦克风，然后麦克风的音效，然后游戏的音效，以及监听的音效，还有最后输出的处理。那它在这里，它的软体的首页也有一个就是类似像主控台的部分，像是你可以在这边调整，就是你麦克风想要监听自己讲话的音量的大小声。好，那首先从麦克风开始哦。你可以看到，就是 ZG-01它的麦克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去做设定的，像是这个 Noise Gate， 就是你可以去把一些你不想要听到的杂音给滤掉，比如说键盘的声音或是下雨的声音。然后它这里也有自带就是压缩器、EQ， 还有 Limiter， 就是避免你去爆音。然后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你的麦克风 level 的监控条，它在这里其实有非常多就是不同的麦克风的设定，像是我现在是用动圈麦克风，然后下面有电容麦跟耳麦的设定，你可以直接用它的这个设定去做调整。那它其实也是承袭了雅马哈一贯非常注重就是声音的细节调节，它是有非常多细部，如果你真的像这个 EQ 你要调的话，它也是有非常多的调节器可以去做调，那你可以去调节成自己喜欢的样子。OK， 那麦克风这边我们就比较快速一点的带过，因为我想就是跟刚刚 AG 的软体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音质的话，你可以针对自己的音质去做调整，然后它有一些预设档可以用。OK， 那接下来这边是它的变声器，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就是三个按钮，在机身上面有3个按钮，它其实就是对应到了3种变声器。那这里其实比较有趣的是，虽然它的 icon 不一样，但这个变声器其实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去做设定的啦。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想要把 Voice Changer 2改成一个 radio 的音效，那同样我只要按下去，那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听起来像是radio， 就是电台的那个效果。那我把它关掉，它就变回来了。那当然我也可以就是把 custom 另外一个调成另外一种变声器，那我只要去选择就可以。这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你有2个变声器的扣打可以用。那这边讲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听到我现在把这个打开了，这是一个 reverb 的效果。所以坦白说，如果你想要用那个ZG-01来开歌回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它的调整范围就不像 AG 系列那么的细致。比如说我今天把 reverb 开起来，不同的 reverb 空间，那你如果觉得这个 reverb 太强烈的话，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细节上的微调。所以以我自己的直播经验、主观认知来说的话，如果你今天想要用 ZG-01来开一个简单的歌回，就你可以外接音源，或是你用电脑 loopback， 其实是可以的。对，就是它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外接音源，然后音源是可以拆开的，然后而且你也可以调整自己那个麦克风在耳机里面的监听的大小声，所以这满足了一个基本歌回的条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3个设定，这里就是这个1、2、3，那这也是ZG-01这次最标榜的一个功能，也就是游戏的声音环绕音效。那为了示范这个功能，我们得先把游戏的声音开出来给你们知道，稍等一下哦。好的，那你们现在应该有听到游戏的声音了，然后我这边也把我自己耳朵里的游戏声音调整一下 ，OK。好，那这时候 ZG-01其实给了3种基本的模式，那它其实都是做环绕音效跟改变你游戏里面的音场，分别是如果你照它官方预设的话，分别是团战，然后搜寻，还有沉浸式音效。团战跟搜寻其实都是在强调，就是让游戏里的声音能够变得更加立体，就是让你可以更听清楚。这尤其可以适用于就是 FPS 之类的对战型游戏。那我现在先不讲话，我把各个音效都按一遍，然后我把你们听到的游戏的音量拉到最高，你们可以听一下差别。
请大家自己小心一下音量。OK， 我现在来分别按下去，现在是完全没有音效的状态，这是第一个团战的音效，第二个搜寻的音效，第三个沉浸式的音效。大致上是这样的效果。当然，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觉得没有太过明显的差异，但这其实是很看游戏的类型。然后它这个调整的音效的部分，其实是每一个你可以单独去做设定，就是你甚至可以在编辑里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不要开 reverb， 然后你的环绕的效果要调怎么样。就它其实是可以去做各种设定，它甚至有自己单独的游戏声音的 EQ， 所以这个就是给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注重音效，或者是比如像是 FPS 那种类型的游戏，你想要听到里面就是比如像是枪声啊，或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部分，你可以去做微调。但我自己基本上觉得这三个就蛮够用的，就是那个立体声效果。OK， 那我现在先把游戏的音效拉小声了。好，那我刚刚在控制就是游戏音效的时候，相信你们就有看到我一直不断在重复操作这个界面。那这也是这一次 ZG01主打的功能，但同时也是它比较复杂的部分。来，我们来看这个面板叫做 String Output Mixer。换句话说，这个面板所显示的就是你的观众听到的 string 总体的 output。那很好理解，第一个就是我的麦克风嘛，那我可以调整麦克风的音量。那第二个 voice， 这个其实就是看你想要灌什么音源进去。你可以把你的电脑的自己的就是电脑主机的系统声音，或者比如说你看 YouTube 影片，或者你在播伴唱带，或是你跟人家 Discord 通话的声音，你可以就是用这个来去做输出。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通话，所以就没有声音是很正常的。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你们所看到就是游戏音量的音轨。这个呢，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正在一直跳动，这个就是游戏的 BGM。那如果我把它的声音拉到的话，观众听到的声音，你们现在听到的 BGM 应该就会是拉大的状态。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搭配实拍的画面来讲，就是你会看到在实体的界面上面有两个按钮。就是分别控制 voice 跟 gain 这两个的音效，然后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是，这两个是给你自己听的。你会看到，比如说我现在转 gain 的音效，我现在把它转大声、转小声，你会发现，就是我的界面，就是我的电脑里面的 app，观众听到的声音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两个是调整给你自己听的。比如说，你今天觉得你的同伴讲话太大声或太小声，你转这边，并不会影响观众的收听效果。观众的收听效果是从 String Out 这个 Mixer 这边，也就是它的软体里面去调的。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做几个微调的设定。首先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它的环绕音场，这里有个 FX 就是 Sound Effect 的部分。那如果你不希望这个环绕音场被观众听到，你想要自己享受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关掉的。那当然，为了加强观众的体验，通常都会把它做打开。好，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Output 的这个 Monitor， 那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蛮有趣的是，这一轨如果你把它按下去的话，你的耳机里面会开始听到就是观众所听到的这个音量，也就是上面这里就是比如说游戏跟你的语音你设定的音量。你把它按上 monitor 的时候，它会让你试听一下，就是目前观众听到的音量。但你离开这个模式的时候，它就会切掉。所以这个 output 的 monitor 其实只是给你做一个暂时的监听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调整，就是 BGM 或者跟观众听的会不一样。那用这一轨，你就可以来确认就是观众听的声音的大小。那讲起来有点复杂，但我可以接下来用图示跟大家讲一下，会比较明白一点。那主要就是如果你之后你有购买 ZG01，或是你有借用来用的话，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你变成一个基本的设定跟参考指引。OK， 那接下来我们示范的功能是如何一键把监听切换掉。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在直播的时候，我们都是戴着监听耳机，然后观众会听到我们耳机里的声音。好，那今天我直播结束了，我想要自己玩了，我想要放到我的音响，怎么做呢？
你可以看到荧幕这边有一个就是 Switch 按钮，就是有一个喇叭跟那个耳机的切换按钮，我只要把它切过去。好，那我现在是用那个摄影机的声音，你们就可以听到游戏的声音从喇叭被传出来的。好，今天我结束直播，我想要自己享受游戏，然后我不想要再戴着耳机，我就想要自己玩，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直接一键切过来。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在那边插拔各种线路。如果你是实况组的话，大概会知道这个情境是要做什么用的。因为通常如果实况组你只有一套器材的话，你很常就是接线接到乱掉。对，那以上大概就是雅马哈 ZG-01的整体简介。当然，这些界面里面的微型调整还有很多可以摸索的空间。不过，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台界面大致上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因为坊间对于这台界面的解说其实非常的少，那其实大家看影片可能也不太清楚，实际上到底要怎么用在直播里面。那这就是今天的介绍。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解如何透过 ZG 系列来分配电脑里的声音。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是透过就是 ZG-01的套组所附赠的耳麦 YHG-01 这个耳机麦克风所发出来的。当然，它的声音一定比不上我们直接用专业的动圈或电容式麦克风，但是因为考量到耳麦的轻便性，而且它也是含在这个套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也给大家听听看它的声音。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官方图。那这张官方图其实算是画的蛮容易理解的。简单来说，你就看它箭头的方向，比如就是你的麦克风 in， 就是你讲话的声音，还有你的 PC 的声音会输进去。那在 ZG-01里面，它就会分配成不同的音轨。那你们可以看右边输出的部分，你可以把这个麦克风输给就是你的聊天对象。那他就只会听到你讲话的声音，而你的观众呢，则会听到聊天对象的声音、你的游戏声音，还有你自己的声音。这张图看起来，你只要看那个箭头的颜色，是蛮浅显易懂的。好，那接下来看这张就是我自制的图，我会透过这张图来解释，就是 ZG-01在电脑里面实际的声音分配。为什么强调实际呢？因为其实它在电脑里面的声音分配有两个地方会让人觉得非常容易混淆。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会在看这张图上面看到两个 voice， 那这点为什么会混淆呢？因为实际上它在电脑里面输入跟输出真的有两个都叫做 voice， 而且上面的名称一模一样，但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那就大家听我解释，那就让我们用步骤一个一个来看。首先，你的麦克风最单纯，它会进到一个叫做 voice 的音轨。那这个音轨就是你在 Discord 的时候，你选择你的麦克风输入来源，这个东西就是给你的联动对象听的麦克风来源，它就叫做 voice。那当你在电脑里面选择你的麦克风输入的时候，你就要选择这个 voice。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你的系统声音，还有你的联动对象的声音。在你选择系统声音的输出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一个叫做 voice 的音轨。那还有你在选择你的 Discord 联动对象的声音的输出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这个 voice 音轨。那这个 voice 就对应到了 ZG 它的 App 界面里面的这一轨 voice，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给观众听的其中一条音轨。那我们就也叫做 voice， 所以这两个 voice 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你的麦克风输入，那另外一个是你的联动对象语音，还有你的电脑所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声音的输出。好，那到这边就大家可以想一下。好，最后是你的游戏声音，因为预设游戏声音应该是直接就是插进电脑里面，透过它的那个 HDMI 或者 AG-02 的话是透过 Type C。那这个游戏声音插入你的界面里面之后，在你的游戏 App 里面就会自动辨识成 Game 这个音轨，然后在你的电脑里面的输入输出装置是看不到这条音轨的，但是它确实存在。这个 Gain 音轨就只会在 ZG 的界面里面出现，然后它就会跟上面那个集合了你的电脑声音、你的联动对象声音的这个 voice 被混成 string 的音轨。那这个时候，你在你的电脑里面，你的 OBS 选择要播放给观众听的音源输入来源，你就选择这个 string。好，所以其实实际上呢，你在你的电脑里面只会看到就是上面三个，就是两个 voice 分别出现在输入与输出以及 string 的这个音轨。那如果你完全搞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你就回来看这张图，对照你自己电脑的操作，你就会非常清楚。好，那接下来我要再来讲一个进阶的版本，请大家记得这张图。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张图，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 ，ZG01 上面是有一个 AUX 外接音源，可以给你播放音乐或 BGM 的。那这一轨如果你把它接上 ZG01 的话，它同样会被接到 Voice 里面。好，那你会现在看到图上就是系统声音这边多了一条虚线到 Gain， 为什么会这样画呢？原因是因为你在接上 ZG 以后，你在电脑里面会看到一个输出叫做 ZG 喇叭，那就是我下面写的那2个字。那如果你把系统声音丢进这个喇叭的话，它其实会出现在 Gain 的这个音轨。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我的猜想是因为如果你是用电脑来直播游戏的话，理所当然你的游戏声音就会用电脑的系统声音播出来，所以它就会把它接到 Gain 里面。但如果你是用 HDMI 来输入游戏的声音到 ZG 里面，然后同时系统声音播进喇叭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点混淆或者被吓到，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系统声音跟游戏会从同一轨出来。那为什么 AUX in 会被算进 Voice 这一轨呢？首先就是因为它当然跟游戏混在同一轨很不好，然后我觉得考量到的状况是有些人的通话可能是用 AUX 的方式来接进来的，所以它预设这轨 Voice 最重要应该是给你的 Discord 通话或是你其他来源的通话，所以才会这样设计，比如说你的 Line 啊之类的。只要搞懂这整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个音轨分配非常的单纯简单。但我真心是觉得它这2个 Voice 都叫做 Voice， 然后名称还一模一样，真是太容易让人混淆了。那实际上他们2个是不一样的装置，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所以大家只要记得这一点，你在电脑上面选择输出输入装置就会很简单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今年新出的 ZG02 到底跟旧款的 ZG01 到底差在哪里。那首先大家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特效键的分布， ZG01 上面有6个特效键，右边3个是你的游戏音场，那左边3个分别是2个你的麦克风的特效以及1个语音的特效。那这边 ZG02 就是比较简化一点，就是你有一个游戏的音场，一个麦克风，然后一个语音的特效。然后另外有一个不同的点是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麦克风的 gain 值它是一个旋钮的，你可以去自己做直觉上的调整。那在 ZG02 上面，麦克风的 gain 值就变成一个3档位，就是从低到高，就你可能就是配合，如果你是动圈麦克风的话，可能就要推到最高，那电容的话可能就低一点。这个就是它比较简化的部分。再来我们看机体的下面的部分哦，就是在 ZG01 上面是有一个 AUX， 也就是外接音源的接口，那在 ZG02 上面是没有。这个就是你在除了把游戏的声音接进来之外，如果你要接一个手机的 BGM 之类是可以用这个接，那 ZG02 上面就是没有的。然后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ZG01 上面的 HDMI 孔，就是你可以把游戏声音接进来，在 ZG02 上面改成就是只有一个简单的 Type C， 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影像的，就是通过它的输出的，你就是单纯把游戏的声音接进来而已。那这一点也是这2台界面最大的差异。原因是其实 ZG02 的定位比较像是我们一般熟知的不能过影像的直播界面，就是你的游戏声音甚至可能是透过影像截取卡接进电脑里面再分配给 ZG02， 就你就不会让游戏的声音直接接进界面里面了，这是他们比较大一点的差别。那其实像是这个音场或特效音的按键的简化，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影响那么大，原因是因为你在玩游戏或你在直播的时候，你通常比如说你的声音特效，你可能就是开一个比如说 reverb， 或是你把像我刚刚一样会换成那种像是老收音机的音效，你可能就是按一个特效键，然后游戏的音场也是单纯的开或关，你可能不会很频繁的3种模式来切换，所以其实我觉得 ZG02 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就是转盘分了3个，就是分别去控制你的就是你的麦克风的监听的声音，然后游戏里面你设定成 voice 的那一轨的声音跟游戏里面的声音。那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在 ZG02 的 App 里面，你同样可以去做虚拟装置的分轨，也就是你可以分成麦克风，然后 voice 以及你的游戏声音。但是在分轨这里 ，ZG02 其实是可以设定要不要同步调整观众听到的声音。大家如果往前翻一下，会发现说 ZG01 的它上面的这个调整的旋钮，就是这个你是调你自己听到的，然后你要在 App 里面调整观众听到的。
但是在 ZG02 上面，这颗按键是可以设定成 Link， 也就是你可以同步调整你自己听到的声音跟观众听到的声音是一致的，或是你不想要一致，就是你把 Link 去掉，你就可以分别单独调整自己听到或观众听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 ZG Controller， 但是ZG02 有这个功能，但 ZG01 没有。它反而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其实反而比较重要，而且比较实用，会比较常用到。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ZG02 还是蛮不错的。像是它同样有一个那个监听的 out， 就是你可以把它输进你的音响里面。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在定位上面啊，就是 ZG01 其实是让你变成一个可以通过玩游戏的一个监控台，它能做的事情比较多。但如果你单纯是做游戏直播的话，确实 ZG02 在功能上面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游戏直播，而且它的设定也会更简便一点。如果你已经有影像截取卡的话，如果就是你平常在直播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一张比如原刚这些影像截取卡，其实单纯就声音而言，你其实可以使用 ZG02 就能达到跟 ZG01 同样的效果了。那在 ZG 系列的评价最后，我想要特别来称赞一下，就是跟 ZG01 Bundle 组合的 YHG01 这支电竞耳麦。那为什么要把它特别拉出来讲呢？原因是我觉得这支耳机戴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那据我跟雅马哈那边讨论，就是他们有说这支耳机其实原本就是由工作用的监听耳机去改的，所以它的隔音效果真的是蛮不错。而且因为大部分的监听耳机他们都是做皮的耳罩，但是在 YHG01 的耳机内侧，它其实有做了一层网布，然后这层网布就是非常的舒适，就是耳机本身非常的轻，然后这层网布非常凉爽，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所以我在完成这支影片的期间，几乎都是用这支耳机来工作的。那当然，它的耳麦所附的麦克风音质是绝对比不上像我们现在讲话用的这种专业的动圈麦克风。但如果你只是用来工作或是跟朋友打游戏的沟通的话，其实已经是非常足够了。那你们刚刚有听到它的麦克风的效果。那除了跟 ZG01 的 Bundle 以外，这支耳机其实是有在单独贩售，但也是因为它是 Bundle 组合的产品，所以坊间对于它的评测非常的少。那我自己这次会特别讲，也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使用体验真的是蛮好的，所以也就推荐给大家参考看看。那接下来我整理了一些关于今天我们所评测这些界面常见的问题，如果你在前面的介绍影片没有找到解答的话，这边可能会有你需要的重要资讯，也就是一些你在购买前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分轨录音。AG06 跟 AG08 都分别有2个麦克风的输入，那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那如果今天进行比如说 Podcast 或是我自弹自唱的话，它是可以做分轨的吗？那 AG06 如同我前面所讲，就是你必须要使用 Dry Ear Channel 这个模式，那它会把你的声音分成左右2个轨道，你必须在你的录音软体中就是手动把它做分离，那分离之后你再把它个别混成立体声的轨道，所以严格来说它是没办法自动分轨的，但是你是可以手动达成这件事。那如果是 AG08 这款界面的话，如果你配合使用像是 Cubase 这类的 DAW 软体，它上面的各个通道就是包含你的1、2麦克风以及另外3个轨道是可以做分轨录音的，但是你就必须使用就是它所附赠的这类比较进阶一点的 DAW 软体。那第二点是关于雅马哈自家的推力。我们在过去的评测中都会提到界面的推力，以方便分别说它能不能够推得动像是 SN7B 这类型比较难推动的动圈麦克风。那你如果爬遍雅马哈的网站，你会发现你其实找不太到直接描述推力的字样，但是你可以在这些产品的系统文件，这个文件是可以在线上下载的，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设定叫做灵敏度。AG 系列的灵敏度是-72 dBu， 那 ZG 系列则是-40 dBu， 所以如果你把它等效成推力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但是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呈现呢？原因是因为雅马哈过去是以制作音乐相关的思维来设计这些界面的，所以比起说把它推到极大声，他们的设计方式比较像是设计出一个范围，然后让你的麦克风的灵敏度是可以符合你的界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就是超过或过小都不好。那如果后续你要再调整音量大小的话，就是用它上面的音量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是 AG 系列上面就是 gain 值跟音量是要分开，原因是因为他们会面临到像是电吉他或电钢琴这类就是声音比较大的、响度比较大的乐器的输入，所以在之前 AG 系列的推力会明显的比较低，也是这个原因。
当然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 ZG 系列的推力是明显低于 AG 系列，但我自己目前使用上面动圈麦克风拉到比较高的时候，因为它有 Noise Gap 这个功能，所以使用上目前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使用像是 SM7B 或 SM58 这类麦克风的话，它确实可能会使用上比较吃力一点，这点是大家购买前要注意的事情。第三个是采样率，这也是很多人在选购录音界面，尤其是你是音乐制作相关的领域的时候，会特别看重一件事情。简单概括来说，就是采样率越高的话，你能够收到的声音就是越能够接近真实的声音，就是越没有失真的状况。要值得注意的是 ，AG03 跟06的采样率都是24 bit 192 kHz， 但是 AG08 这台界面则是24 bit 48 kHz。而 ZG 系列则同样是24 bit 跟48 kHz。那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是制作音乐相关人，可能就会特别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有趣的是 ，AG08 作为一台旗舰级的界面，它的采样率可能其实还低于 AG03 跟06。那我自己个人想的原因，是因为 AG08 是作为直播特化型，反而不是那么常用于录制歌曲，因为像 AG06 上面大部分的接口还是保留给乐器 ，AG08 真的就是一台为了直播而特化型的界面。但你也不用觉得说我如果买到 AG08 就比较不好。老实说，24 bit 跟48 kHz 就是大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在录制 podcast 的录音机之类的，其实都是这个采样率。那人耳上面，如果是以直播来讲的话，其实应该听不太出差异。就即使你的采样率非常高的话，你其实可能听不出来它差别在哪。但是如果你是在音乐制作领域相关的话，可能就会在意到这个事情，或是你可能你除了直播外，你要用 AG 系列来录制你的 cover 曲的原声的话，就会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边就特别指出来给大家知道一下。第四个是关于 ZG01 的影像的部分。虽然我有讲说 ZG01 它并不具备影像截取卡功能，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示范，它是可以把你的影像过渡到萤幕上面的，就是它是可以让影像穿过它。但要注意的是，目前 ZG01 官方上面的显示，就是它的 HDMI 只支援到 4K 60帧，所以如果你是主机型的玩家，或是你像 PS4 那样，就是你有更高的帧率的需求的话，如果你把声音接进 ZG01，你的帧率会被限制在60帧。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开到非常高帧率、特效全开的玩家的话，应该是不会为了环境音效来牺牲你最重要的视觉帧率，这听起来不太合理。所以，如果你是这类型的玩家的话，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点。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一般的 Switch 玩家，因为 Switch 说实在，它外接最高也就 1080p， 甚至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到60帧，那30帧就还不错，就完全没有这个方面的担忧。这个提出来的点，就是对你而言完全没有任何影响。那我们刚刚经过了完整的测试，最后就让我来聊聊我的感想，以及我们是否推荐雅马哈推出的这些界面吧。首先是 AG 系列。用简单的结论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有唱歌需求的直播主或是歌士的话，那我绝对会推荐 AG 系列。甚至我可以说，在唱歌这个领域 ，AG 系列仍然是现在直播主的最佳解。那原因是因为它的 Reverb 真的是太懒人、太好用了。而且加上它这一次 AG Controller 里面的预设设定，我觉得它的麦克风预设设定是真的能够让你的声音更好听，你不用再做多余的调整，而不是那种只是玩玩效果的变声器而已。此外，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绝大多数的实况组大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唱歌、杂谈、打游戏这几种。因此，如果过去的 AG 系列能够负担这些事情，那现在新版改良后的 AG 当然也就可以。那如果你是个人直播主的话，如果你只是想要唱歌，甚至你可以自弹自唱，其实 AG03 就能符合你大部分的需求，包含我们刚刚讲到的电吉他虚拟音箱功能，在 AG03 里面其实也是有的。那通常其实这个界面就很够用。那如果你想购买套组的话，就是在你没有任何器材的前提下，我觉得 YCN01 跟就是 YHMT 这个耳机还有麦克风的组合还不错，但就是要注意，就是电容麦克风虽然收音细腻，但也比较容易收到环境音，这个就是交给你自己去做取舍。那什么时候要升级到 AG06 呢？我个人会认为有两个情况就是比较主流的。第一个就是你有双人录音的需求，比如像尼尔喝牛奶就是一个双人的 podcast。那我们最近几期节目，因为我在测试，也是使用新版的 AG06 Mark II 录制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想做 ASMR， 有些比较平价的 ASMR 麦克风，它是有两支，就是分别控制左右来营造立体音的效果。那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插两支麦克风。
所以在这两个情境，就是多人使用跟 ASMR 需求上，应该是比较多的直播主或综合型的创作者会遇到的。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直上 AG06。实际上，因为他们两个价差只差2000，我觉得以多人需求来考量，我会愿意为了多一轨，然后去付这个2000块，我自己是觉得值得。如果没有预算限制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买 AG06 买个保险，我觉得也 OK 这样子。那如果你很确定你就是一直都单人直播的话，你就去买 AG03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AG08。我觉得比起说它是旗舰级的界面，不如说它是雅马哈在直播上面的一个直播特化型的界面。那我实际操作起来的效果，我是觉得能够用实体的滑轨去控制声音的大小声，然后跟声音的分配，那个感觉是真的操作起来蛮爽的。虽然我大部分时间用的都是以软体为主的直播界面，比如说 Wave XR 或是之前测试过的 Palma USB， 但是我必须说，因为软体就是很容易有故障的时候，所以能够用实体滑轨来控制，那个真的是蛮直觉的。此外，就是它的各种比如像它的 Docker 啊、Maximizer 啊，或者是音效板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如果你想要做一些综艺型企划直播主。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些企划就是会邀请很多直播主来，然后你这时候可能就有不同轨道的声音，然后你还要为节目加一些综艺的声音效果。那我个人觉得 AG08 作为一个控台是非常方便的。那另外一个需求就是说，如果你有现场就是录影的需求，比如像我们两个的 podcast，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遇到需要 live podcast 的情况，我们可能同时要录音，但是要把我们 podcast 的声音用现场的音响输出给现场的观众听。那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我觉得 AG08 也是一个蛮好的控台。甚至我个人觉得，其实它主打这些功能全部都是为了直播或者是现场控台而生的。它虽然也有电吉他音箱，但我觉得那比较像是，因为它是 AG 系列的老大哥，它比较像是一个旗舰款界面，所以人家有它也要有。但我觉得它大部分的功能真的就是放在直播上面。所以 AG08 我个人用起来的感觉是非常舒服，尤其是它的Docker 跟 Maximizer 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我对于它的评价还蛮高的。不过也要强调，它真的就是直播特化型的界面。像我们刚刚在讲常见问题的时候，有提到它的采样率其实是低于 AG03 跟 AG06 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要录歌的人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还是买03或06比较好。或者是如果你是要录就是编曲的话，可能大部分厂家都有出更针对就是录歌录曲用的界面。那如果你的预算足够，并且你想要在直播这一块就是有更多可玩的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它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自己使用起来体验我觉得蛮好的。那最后来聊聊 AG 系列的 AG01， 把它放到最后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定位其实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那由于它的界面就是绑定在 AG01 这支电容麦克风上面的，所以我会觉得它在推出的取向其实比较是针对唱歌或者是手机行动直播的族群。那原因是因为在手机或者 Pad 上面直播，通常你会有两种，一种就是像17直播那种，就是以聊天或唱歌为主，那另外一种就是卖东西。那我觉得这种直播的特性就是说，它如果去收到一些环境音，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这种直播强调的就是手机直播的临场感、现实感。那如果你有一支电容麦克风接上手机的话，它不只让你的声音更好听，然后也会让整个环境的声音变得比较细腻。这种就跟我们在电脑直播的时候很怕收到四周的杂音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它既然都用麦克风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不需要用电脑，你就有一个直播界面可以控制。我自己会觉得这是它比较适合的使用场域。当然，如果你是使用电脑直播，然后你想要省空间，你不想要摆一台界面操作很复杂，你就想要一支麦克风搞定一切的话，也是可以考虑。但由于就是它的软体并不能做就是声音的分轨，就是单纯的 loopback， 而且因为电容麦克风比较容易收到环境杂音，所以实际上你也没办法离它太远，你还是可能得用一个支架把它架起来，然后避免收到就是键盘啊什么的声音，但它是一定会收到的。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如果你是单纯做电脑直播的话，我就不是那么推荐。而且因为它的价格其实也跟你买 AG03 整个套组差不多，所以我自己会把它的定位切分在行动直播那一块。或者是你是音乐人，就是想要自弹自唱，比如说 Twitch 上面会有那种音乐台，它可能就架一个麦克风然后演奏。那因为音乐台的音量本来就很大，所以就比较不怕环境噪音的问题。它主要就是用电容麦克风然后去收它的现场弹唱这样子。那最后来谈谈 ZG 系列。其实我对于要给 ZG 系列怎样的评价，我其实感到非常的纠结。
它其实有一些蛮亮眼的功能，然后操作体验也还不错，可是它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就是会让人觉得应该要做好的地方反而没有做好，所以我其实一直很难评价说它到底是好是坏。所以以结论来说，推不推荐 ZG 系列呢？我觉得是可值得一试，但是只针对就是特别的类型的玩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它有 HDMI 的影像截取卡的功能的话，它就会是一台杀手级的界面，因为它可以帮你省掉影像截取卡的钱，而且也非常符合电玩直播这个场域。但偏偏它就只有 3D 环绕音效，而没有 HDMI 截取。但同时我又觉得这个 3D 环绕音效实际使用的体验，真的对于游戏的沉浸感加成蛮多的，只是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功能，就是它反而不是直播型的功能，因为通常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主播的声音应该是比游戏声音还要重要的，就它比较像是一个游戏体验的增强机，而不是一个直播界面的感觉。那结论上来说，我觉得它蛮适合，就是如果你是针对游戏的创作者，比如说你是专门跑 speed run 或是以秀技术为主的台，就是你讲话比较没有那么多，就观众比较常看的是你的游戏操作，那这个时候 3D 环绕音效播给观众看就是一个蛮好的效果。那这种台在 Twitch 上面比较多，就是比较认真的 gamer， 而不是你单纯是以实况效果为主的直播主。那另外一种也是相似的类型，就是比如说你是制作游戏攻略，但是你偶尔会开台。那像我玩的游戏斯普拉顿，或是一些比较长期专攻类型的游戏，像是马里奥赛车，或者是像 Apex 这种，就是那种游戏会玩很久，然后攻略什么会一直出。但是这类型的创作者通常在他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偶尔也会开台。那跟刚刚那个类型的创作者一样，就是他开台，但他可能话不多，所以我就会觉得以游戏效果为主的 ZG 也蛮适合这个职务群的。我自己理想中的 ZG 其实是 ZG01 加上 ZG02 两个的优点的结合，就是希望它可以有影像截取卡的功能，但为了成本，就是我可以接受把游戏音场的效果键或是你变声器的效果键像 ZG02 一样，就是砍到剩一颗，因为对我来说，就是通常如果我直播的话，我可能也会一键开启就一种而已，我不会需要3种。所以结论上来说，由于它的单价也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会推荐给就是比较认真的 gamer 型的实况主，或是你就是 gamer 型的创作者。但如果你的需求是开泛用型的直播的话， AG 系列可能会比较适合你。此外，在这个价格带，也有以 Elgato 为首的各家厂商，就是尝试推出各种可以很炫炮、能够分配声音音轨的界面，所以这方面大家可以视自己的需求再斟酌考量。顺带一提，就是 ZG02 很有趣是，它是有跟 Elgato 的 Stream Deck 战略合作的，你可以把这两台装置就是联合起来做使用，他们是有专用的软体串联，所以我自己觉得雅马哈在这一块的心态是蛮开放，这件事情蛮好的。那我也期待他们在这个产线上面能够推出就是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如果它有影像截取卡，这个价格再往上推，我也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对于实况主来说，影像截取、声音分配跟实际操作的简便性，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既然雅马哈已经有一个这么酷的 3D 环绕音效，以及他们自家比如说像是 Reverb 跟变声器上面的技术的话，那我觉得它其实就只缺了影像截取这一块关键的拼图而已。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针对雅马哈旗下所有直播型界面的评测以及结论。那如果你对这些产品或是雅马哈家的产品有任何疑问或是想讨论的地方，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讨论。那大部分的留言其实我都会看，然后也都会回复，但由于因为我只有一个人，然后平常也要上班，所以可能会回的比较迟，但我绝大多数都一定会回。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透过超级留言或是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的创作。那我自己个人知道，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现在做长片其实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因为我当初做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像这样子教科书般的教学，当你需要这些产品内容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参考的指引。那也欢迎看完影片的你可以帮我们点赞、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或是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尼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